近期美国不断对中俄两国进行干扰、制裁和打压的方式也是变幻莫测。他们认为中俄两国的发展导致美国在全球的霸权行使受到严重的威胁，因此拜登想方设法对中俄两国进行打压，制裁的手段也是层出不穷。不过这也引起了美国专家的质疑，认为美国近期的一些错误行为和战略方式导致中俄关系越来越贴近，但是美国在国际上的关系却明显已经停滞不前。据新华社相关消息报道，我国与俄罗斯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决定延期。这些条约的延期意味着中国与俄罗斯在今后将继续保持双方对彼此的信任，在经贸、军事等国际领域进一步的协调合作。这也引起了美国内部的焦躁不安。华盛顿明白，单凭美国自己的实力来讲，目前已经无法完全压制中国，所以近期就开始了一些走亲串访的行动。美国高官以及总统拜登近期不断拉拢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目的就是想和这些国家联合围堵中国，对中国进行打压。但如今效果没达到，结果却适得其反。如果中俄联合起来对抗美国的话，美国将迎来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样的目的可不是美国想要的。眼看拜登带领的美国正在与世界各国产生隔阂，而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却逐渐提高，与一些国家紧密合作。美国专家对拜登的策略也开始质疑了，认为这种策略出现了严重的错误。据环球时报援引美媒消息报道，近日一美国专家在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如今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在日益加强，而美国与其他联盟却一直处于一个萎缩状态，而导致这种局面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美国领导者的一些错误行为。中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本来就很融洽，再加上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助长了中俄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他认为这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美国官方应该及时纠正这样的错误行为。总而言之，中俄两国一直保持着友好合作、互相尊重的态度，遵循结伴不结盟的原则，双方一直都是紧密合作。美国想弱化中俄两国的关系，来对自己实行单独制裁的道路开辟捷径的话，那也是痴心妄想。希望美国早日清醒，认清现实。如果一味对中国进行打压的话，必定是自食恶果。据英媒《欧亚时报》在6月29号的消息，局势的急剧恶化让印度空军不得不尽可能提升自己可用的战机库存。为此，即便是已经为印度空军服役了40多年的美洲虎战机，也被强行续命升级，拉上来凑数。据印媒透露，美洲虎战机是在1970年诞生，1981年开始服役于印度空军。冷战时期，印度空军一度将美洲虎战机改装成为能够支持投送核弹头的攻击机。当时西方想要将印度远离苏联的影响力，还允许印度斯坦公司获得生产许可，自行生产美洲虎战机。至此，美洲虎成为了印度空军最为核心的主力战机部队，在后来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战争中表现极为优越。然而时过境迁，已经服役了40多年的美洲虎战机显然无法适应现代化的防空网络和空战体系。但是为了在可能存在的中印战争里形成兵力优势，印度空军还是打算花大价钱为这员老将的服役时间续一命。据印媒透露，现阶段美洲虎最大的问题出在发动机上面，因为几十年的损耗，发动机的推力下降了20%以上，基本很难发挥出曾经的战斗效果。此前印度对美洲虎的使用方式就是低空加速，减少被雷达发现的时间，向地面投弹又迅速返回。然而在发动机损耗的情况下，这种战斗方式已经不再可能。更为尴尬的是，印度发现如果要引入全新的涡扇发动机 F125IN，每台的单价在1330万美元。更要命的是，美洲虎还是双发的，也就是说，想要形成规模战斗力，美洲虎战机部队至少需要180台，这就是接近24亿美元的巨款。而且，既然美洲虎升级了发动机，后面的航电系统、武器系统、雷达系统、卫星导航、火控等等一大堆配件同样需要进一步升级，否则根本参与不了现代战争。这就直接让印度军方左右为难，一整套升级下来不知道要多少钱，有这个钱还不如去买点新战机。但问题又在于，印度等不了制造新战机所需的时间，要么去买现存的二手货，要么就只能硬着头皮把老古董升级。也因为这种尴尬处境，有印媒阴阳怪气的嘲讽相关采购人员存在收回扣的嫌疑，声称印度在进行航发采购时需要学习一些谈判技巧。很有意思的是，印度为了对抗中国，强行为美洲虎续命，还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印度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还在使用美洲虎战机的国家。连日来，黑海地区再次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自美俄首脑峰会后，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又开始剑拔弩张，军事对抗愈发危险。但是，普京在对峙北约的时候开始越来越自信，底气从何而来？近期，英国军舰直接进入俄领海3公里，俄罗斯直接向该舰航道投下4枚炸弹。之后，荷兰军舰也跃跃欲试，遭遇俄罗斯模拟攻击几个小时。
这本就是维护主权的正常操作。然而，率先挑衅的北约却借此对俄罗斯发难，甚至纠集32国在俄罗斯家门口演习，而俄罗斯的表态愈发强硬从容。当天，俄方就警告，如果英国不尊重国际法，进一步采取挑衅行动，不排除轰炸英国军舰的可能。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亚里布科夫也表态，任何模仿英舰挑衅行为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后果，不仅能轰炸航道，甚至能轰炸目标，直接向北约挑明，再有类似事件，试试就试试。而外界担忧的是，如果俄罗斯真炸成了北约成员国军舰，是否会引发第3次世界大战？毕竟自冷战结束以来，俄罗斯和西方几乎从未擦枪走火，这是俄罗斯首次对西方实弹警告。意外的是，今日俄罗斯报道称，普京在访问节目中表态，即使我们击沉了那艘船，也难以想象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因为那些那样做的人知道，他们无法赢得这场战争。面对整个北约，普京哪来的底气打赢呢？普京的底气一方面源于自身强大的军事实力，但是军事对抗并不是全部。俄罗斯还需要面临国际压力、西方制裁的经济压力，它需要一个大后方。另一方面，这个底气来源于中国。中国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以及国际话语权足够成为大靠山，中俄都不再孤军奋战。比如这次英舰入侵事件同时，中国在联合国针对英国支持阿根廷马岛主权，中俄同时打出组合拳，既打了英国面子，又打了英国里子。有观点认为，俄罗斯和西方再次决裂，可能是前不久美俄会晤没谈拢，于是美国又拉拢盟友开始打压俄罗斯。拜登露骨挑拨中俄关系，而俄方多次表明立场，挑拨中俄关系的阴谋不会得逞。而拜登之所以挑拨中俄，就是看到中俄越来越多密切合作。最近经常看到中俄一起打组合拳。最近中俄首脑视频会晤，延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联合声明指出，俄罗斯需要繁荣稳定的黄总工，中国需要强大成功的俄罗斯。世界越是动荡，中俄就越有必要加强战略协作。中俄关系比军事同盟更为宏大。据俄罗斯媒体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再次刊文了一则消息，说是中国在甘肃省境内数百平方英里的干旱地区都被用来建造发射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井。按照美国专门研究中国核弹的专家所说，光是这里就具有和中国核弹相似特征的目标119个。如果再算上中国其他地方的，中国的弹道导弹发射井很有可能会增加至少145个。记得在今年3月份左右，美国也发布了一篇文章，其中就提到了中国可能正在新建大约16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中国从16个发射井变成如今这145个发射井。不管这个数量是不是真的，从如今国际局势来说，中国正在增加核武器实力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毕竟光有发射装置没有核弹，再高的实力也是白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专家认为这些发射井很有可能会被用来装载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而作为能够打击至少9300英里的导弹，这足以使中国火力随时覆盖全球，到时候美国必然会受到影响。众所周知，核武器作为不出事的大国重器，只要有核武器在手，任何想要挑起战争的人都要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炸的。所以这么多年，美国即便在全球各处挑动战火，却也从来不敢对拥有强大实力的国家叫板。比如说俄罗斯和伊朗就是很明显的对比。美国即便对俄罗斯出手，也从来不敢光明正大，因为俄罗斯的核武器能够和美国对着消耗，反而是伊朗没有核武器就被美国制裁了10几年。当然，中国没有俄罗斯那么多核武器，即便实力足够，也只是让美国有一点点忌惮。所以自从拜登上位以来，美国才会对中国就是步步紧逼，其野心目的都根本丝毫不曾掩饰。以至于环球时报的胡锡进更是几次公开呼吁让中国增加武器库，不说像美俄一样有5、6千枚，但是起码也是至少1000枚起步，因为这就是中国能够震慑美国的底气。不过话说回来，如果美国人的猜测是正确的，那么这很有可能代表了中国的核战略即将改变。从前中国一直走和平发展路线，但如今和平发展路线显然不能让美国放弃针对中国，因此中国很有可能会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则转变成不使用，但就可以启动核武器预警的战略，就像是普京一样，在面对美国的针对手段时，直接一力降10会，核武器启动预警，让美国再也不敢轻举妄动。